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在上一个影片呢，我就说过当年比较强大的先锋王国，然后我看到评论区呢有一个观众的留言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做一个专题来讨论。那么事先声明，我是认同 Devo 所说的东西，不过我觉得有东西要补充上去。那他在评论区所说的这一段话是在以前呢，就有很多很强的先锋王国，也是很庞大的先锋王国。当时候的先锋王国都是有2个到4个左右的能够打架的联盟，至少能够建立大概300到400个活跃玩家左右，像是以前的1254、1093，还有其他的王国。但是现在先锋的强度越来越低了，因为我在上一个影片中有展示到以前的先锋王国他们的实力有多强，他们的战力有多强。接着他就说到莉莉丝的系统，还有包括像960这样子的王国，就是只有拥有一个联盟，聚集了大量充值的玩家，然后只是建立一个联盟而已，去扼杀其他的先锋王国。事实上现在的玩家其实实力比起以前还要更强。他这边的意思应该是说，以前的玩家虽然实力没有这么强，但是人数很多，现在玩家实力变得比较强了，但是人数减少了，因为这些原因而杀掉了游戏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王国。很遗憾，莉莉丝没有做出任何玩家想要的调整，其他的王国也是随着慢慢变成只有一个联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那看到这里，有一些观众可能是认同或者是不认同他的说法。OK， 不用紧，我们接着看下去先我这边有回复到 OK， 其实不完全是960或者是莉莉丝的错。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游戏最辉煌的时期呢，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家没有事情做天天打开游戏可以去打仗，所以那个时候才比较多的玩家在这个游戏上面。或许莉莉丝有做错东西，但是不完全是莉莉丝的错。那其实他也是有认同我的说法，就是说疫情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不过他返回来问我，你真的是觉得这个是那种大型的先锋王国玩家离开的原因吗？在有征服者之阵的对比之下，那他其实这边不是说得很清楚，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他这里提到征服者之阵呢，就是因为官方的征服者之阵派送只有240个，不过这个数量近期做了调整，我们以旧的数量来说明，就是因为官方给的奖励数量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就让到一些玩家可能离开是怎样，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奖励。这也算是偏向于官方想要把那些先锋王国的数量缩小。那他刚刚问我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导致到玩家减少了，我这边回答是的，就算没有征服者之阵，因为就算你把一个王国建立到太大也好呢，都没有王国想要去挑战这个王国。就比方说像之前1254，为什么他们长期没有战争，就是因为他们的王国太过庞大，没有办法匹配，而且没有王国想要挑战他们。 OK， 这边跟你们讲一下啦，因为可能有一些玩家不是很懂，觉得说先锋王国肯定会跟另外一个先锋王国挑战。那么事实上就是，如果你的王国人数太多的话，其实就算是其他先锋王国也不想要跟你挑战，除非你们双方的人数是一样的。那么当时候跟他们人数一样的先锋王国只有365、1254还有1093。因为254在当时候比起365还有1093来说是比较质量高一点的先锋王国。虽然365跟1093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玩家都可以感觉到这2个王国是有意要避开254的。但跟他们体积一样庞大的先锋王国都不想互相战斗了，那其他的王国又会有谁想要跟他们战斗？这个情况其实在国服那边时常发生，因为我在之前跟你们介绍过嘛，国服拥有5个百亿联盟，4个百亿联盟，但是没有王国要跟他们战斗。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体积过于庞大，里面的玩家实力都比较强。OK， 就算我们不要讲以前的王国，我们讲现在的王国，现在先锋王国只有1个或者是2个百亿联盟。我想问一下，有哪一个王国想要跟先锋王国挑战？毕竟现在王国的质量都已经下降了，可能 B 组以下的王国一个联盟可能只有50亿以下的战力。那么你们会想要跟先锋王国战斗吗？并且在之前1093跟960的战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人数够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打败那种氪金比较多的王国。对我而言，王国里面的玩家数量太多，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情。那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先锋王国确实都是有2个或者是4个以上的百亿联盟。但是我们得承认，玩家在之后流失太多了，那确实也是一部分是莉莉丝的问题啦。像是影响最大的水晶科技，后来又有装备系统，但是大多数玩家呢都是因为恢复了正常的作息而弃坑了。这里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啦，我的舅舅他其实也是有玩万国觉醒的，是在以前，后来他弃坑了，我去问他为什么弃坑，他说是因为他的生活恢复正常了，他要回去上班了。我们得承认，在万国觉醒里面确实是比较花时间的。
你不可能上线然后战斗4个小时就下线了，甚至有一些玩家可能都抽不出4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他后来就反驳我说到，因为1254太过庞大，所以没有王国想要跟他们挑战。那么1960又怎么说呢？他们只有一个联盟而已，那么会不会有王国跟他们挑战？那他这里有说到1254他们一直尝试躲避一些比较强大的先锋王国，然后轻松获得 KVK 胜利。 OK， 这里是他说的，并不是我说的因为我之前看过1254的 KVK 其实难度都算蛮高的。那他觉得比较多的问题是因为1254内部的问题，任何一个有竞争性的王国都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不战斗。但不是1254他们不想战斗，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匹配成功，或者是匹配到一些比较弱的王国。还有就是因为征服者之争而导致到大量的玩家没有办法获得奖励，这些都是原因而导致到那种大先锋王国陨落或者是规模缩小的原因。 OK， 这个是 Davo 那边所说的观点，我同意他的说法，征服者之争是有影响到玩家会离开王国的原因。但是我们看班尼弃坑的时候，他的信件里面所说的东西，其实他本人是想要战斗的，但是没有办法遇到好的对手。他的邮件里面其实也没有说到奖励的问题啦，都只是说没有办法打架而已。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莉莉丝的匹配问题而导致到他们没有办法匹配好的对手，没有办法战斗，直到最后1254终于遇到365了。但是因为长期没有战斗的关系，而导致到1254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已经不像往日那样子那么厉害打架了，并且大多数玩家应该都知道1254在跟365战斗期间呢，都已经有说过他们想要移民了。因为有一些玩家是真的想要战斗，但是一直长期困在这个体积过于庞大的先锋王国，没有办法匹配成功的话也不是办法，所以最后才想要移民到其他的王国重新建立王国。我之前所待过的先锋王国其实也是蛮多的，还有包括1059、1123、2244等等。为什么这些王国都已经解散了？因为玩家的活跃度减少了。像之前我就跟大家解释过为什么1059会解散，他们王国的活跃度、人数还有充值量都是当时候的先锋王国里面最顶尖的。解散的原因就是因为后期比较无聊，没有东西可以战斗，再加上那时候的代理国王直接跟敌方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和解，所以最后才导致到解散了。为什么王国的农夫永远清不完？为什么那些旧的王国都已经灭亡了？就是因为每个赛季之后都会有玩家弃坑不玩了，但并不是每个玩家都会把账号给卖掉，变成这种先锋王国里面的农夫账号太多了，他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清理，所以最后选择集体移民。这个案例其实在很多先锋王国都有发生过。那集体移民管理层是肯定会移民过去的，当一个王国没有管理层之后就会瞬间灭亡。那么是不是960的错呢？那某个方面来说也确实是960的错啦，因为他们把那些充值的玩家全部集合在一个联盟里面。但是你们要记得960在以前的 KVK 都是以少数打多数的，现在之前就有发生过1打3、3打5，而且你们表面上看起来哇960打这种 KVK 好像很轻松，但私底下要花多少的精力还有金钱你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参与战斗的，而且人数多真的是可以打败960的。像之前我就有跟365战斗过，你们也知道当时候960的旗帜是慢慢的在减少，每一次我们的部队出去都是会被365打到哭着回家，更别说之前在黄庭跟1093战斗了，有不少的玩家都嘲讽说哇960就好像棉花糖一样软，也是间接性告诉各位其实960并不是无敌的存在，只要玩家数量够多是可以打败960的。只不过因为官方的更新呢都太偏向于960了，就比方说哇奖励减少了，刚好960的人数是可以全部玩家都拿到奖励，推出了水晶科技、装备、军器之类的全部要花钱的东西，960的玩家都可以消耗得起。还有一些王国会模仿960，可能只是建立一个精英的联盟王国，像之前2605就有模仿过960的建国方式，就是只有建立一个联盟而已，并且多数都是精英玩家，但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联盟去战斗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你要确保每个玩家都可以24小时在线或者是长时间在线，并且管理层真的要很强大，他们需要身兼多职，可能需要看旗帜，需要放标记，需要去指挥等等，这些操作全部都只能靠那几个管理层而已。这也是大多数玩家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已，看不到背后所做出的努力。而且如果长时间维持在4个联盟以上的大先锋王国，其实也是会有诟病，就是你王国里面根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给你去采集。那我就问一下各位啊，如果是有4个联盟以上的先锋王国，他们会有多少活跃玩家？至少都会有400到500个左右吧。那每一个玩家肯定是会有农夫账号去采集，王国的领土面积就只有这么大而已，你没有办法采集到这么多资源的。因为我一些玩家是来自1786的，
他们之前就是移民到1846，那时候1846有2000多位活跃玩家，听清楚，2000多位啊！我的朋友说，当时候你要找到一个3等级的资源点都没有办法找到，而且你的玩家人数这么庞大的情况下，你能击杀到的敌人有多少？当你没有办法达标的时候，最后也是一样会被王国给处理掉，认为你的击杀太少，你是高战农夫。所以老实说，王国的人数数量真的不能过于庞大，而且管理层也是承担重要的角色。你一个管理层，你能做到多少东西？你一个王国如果有1000位玩家，有500位玩家，你要如何去分配 MGE？ 你要如何让这些玩家全部都获得奖励？人数庞大的王国是很难去管理的，除非你的管理层是真的很强，就很像1093，其实他们的管理层就很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1093是最后拥有4个联盟的王国，不过现在剩下2个而已啦。最后再加上玩家的数量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所以先锋王国陨落其实有很多因素，而不能只是说是莉莉丝的问题或者是960的问题。不过最后这个玩家也是有认同我的说法啦，也是有很多原因导致到游戏变成这样子的。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